一趟吉隆坡快闪之旅3天2夜，竟然不用快，连日本的机票都买不到，我就觉得哇，这是超级划算的。这次要去哪？马来西亚吉隆坡万元挑战计划又来了哦，所以机票买多少？2800，那事不宜迟，去 check in 吧。我们6点下飞机，现在已经7点半，花了1个半小时在排那个出关，哇，应该是说排入境。所以我现在用 Grab 叫车要去我们的饭店，车程呢大概是50分钟是1个小时，然后他是写说72令吉大概是500多块，哎，便宜。啊，现在7点半，你看，但是感觉像是台湾的5点的天色一样。现在时间呢比较晚了，外面的换钱所应该都打烊了，所以我们就在机场旁边的这个换钱所换钱，这样汇率蛮差的，我用1000块台币换到110.6的令吉，刚用手机换算是134。我刚刚跑错了，那个刚才是2楼，这边才是1楼，所以如果叫贵本的话，记得要在这边等哦。吉隆坡虽然有机场快线，不过到饭店还是需要转车，所以直接搭 Grab 到饭店，省时还省钱。3天2夜的吉隆坡之旅正式展开。这是我们今天入住的房间，虽然我不知道里面是长怎么样，不过刚才有收到一个信，就是说我的房间被升等了，看一下。哇哦！哇，这个会不会太大了一点？还要写个卡片给我，太可爱了吧！一上飞机接到一个支线任务，旁边马来西亚大姐告诉我，她很推这间餐厅，虽然她有点忘记确切名字，但还特意的写了这张资讯给我，叫我们一定要去试试。难道马来西亚人都这么热情吗？只能说马来西亚真是太好了。就是这个纸，哇，这个莫迪卡伊巴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它的剧了。现在还没有看到它的浴室，来找一下。哇哦，哇塞，这个化妆镜也太大了吧！这边还有个灯呢。哦，可以哦，而且后面还有一个超大衣橱。噔噔，哦，它的浴室就比较中规中矩一点，然后双面盆设计。哇，实测！我原本呢是6点到吉隆坡机场，然后现在呢是晚上9点了才到饭店。先出去外面找点吃的吧。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，我感觉路边都蛮多那种街边小吃。这个牛肉饼呢5块，令吉大概就是40块，85、85、75、35，对，40块。哇，前面就是市场街，也太近了吧！这点真的很好哎，对面有喝酒，这边有市场街这样，然后外面都是吃的，然后餐厅。走上去看看。这边好有感觉哦。下面是那种中国风的感觉，然后上面呢就是这个118塔，新旧融合，酷哦。来看一下那个市场街，就据说市场街里面也，虽然我看到一些 Google 评论上面就是蛮多说哦，里面都是卖一些假货，但是这里面却隐藏着非常多在地美食。来看一看，哦，这边也可以租这个滑板车吗？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租，晚点再来研究看看。觉得这边还蛮特别的，因为这边就是有点旧旧的，然后是带有一点历史感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周遭却充斥着很多很多的那种高楼大厦，很新颖漂亮的高楼大厦。哦，这是卖冰淇淋，感觉是高级的冰淇淋，好像跟我们这次的万元计划有点，不太能吃。我们刚刚突然又发觉到这条街满满都是人，然后都是有超多的店家跟食物。对，来找一些店来吃吃看。不过呢，这整个就是
行人地狱，因为人必须要走在马路上。骑楼呢，很多都被店家占据了。最后我们来吃这间立丰拉拉米，这是很多年米其林推荐的。蝉联3年的必比登推荐的拉拉米，对，然后这一碗呢是18块令，大概就是150块，这一碗都比我的脸还要大哎。它感觉料超多，刚才才知道原来拉拉就是像海瓜子一样贝类，一端上来酒香超浓郁。现在喝一口。一刚开始走进这间拉拉米，发现全部都是外国人。以过往的经验呢，可能就是名过其实，不过意外的蛮好吃的。我们吃完了这间立丰拉拉米，觉得肉虽然有点偏小，不过呢分量足够，汤头好喝，值得推推。而且重点是它开得超晚，现在刚好也知道它打烊了，现在是晚上10点。那我们就先这样，大家晚安。吃完晚餐走回饭店路上，顺便逛一下池场街。所言不假，这里竟然都是满满的仿名表、包包、潮鞋，那我们就走过路过看过吧。好，这边还有香水，名表、包包、球鞋，这边很多啦。每个人来吉隆坡必吃的河酒，早上的河酒。为什么会住这间呢？没错，一下楼就可以吃到吉隆坡超必吃的河酒，据说都要排队半小时以上。如果遇到大排长龙，还可以上楼休息，是不是计划通？这边每一道菜色它都有图片，看起来就超级好吃。OK， 我要吃这个哈鱼吐司，然后还有那个生熟鸡蛋，然后还有这叫做炸鸡椰浆饭，这鸡腿饭只要118块台币。看这鸡腿那么大，然后还有一个海南茶，哦，有点巧克力，然后有点带咖啡的感觉，蛮好喝的哎。第一次喝到这个是这个哈椰，它分量还蛮多的。对啊，这样台币全部不到200块，超便宜。和酒茶是已经有3代历史的，它原本呢是他爸爸开的，和酒爸爸开的，叫信记，对。然后呢，自从喝酒接手之后呢，整个就突飞猛进，一直到现在高朋满座。这一间跟隔壁那一间2楼都是满满的人。我们另外呢有点这个生熟鸡蛋，就生熟的鸡蛋。超大的鸡腿，它会这个旁边有酱，有点辣辣的。还好吃哦，很好吃的呐喊。左手吃鸡腿，右手吃椰浆饭，好好吃哦。而且没想到现在比较不用排队。对啊，我们还没有等很久，大概等不到10分钟就进来了。早上刚吃完早餐，然后直接来吃这个和酒，所以我们没有点很多，2个人呢才吃了200块，超级便宜。而且刚才听到旁边人说：“Sorry啊，我现在人不在 office 里啊。”连在地人都会翘班来吃的店。下一站呢，我们直接来隔壁的鬼仔巷，无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，都可以值得来看看。白天跟晚上的景色感觉就很不一样，但是白天呢，就有超多游客来这边拍照。这边非常古色古香，然后旁边呢都有一些画作。大家知道为什么鬼仔巷叫做鬼仔吗？真的有鬼吗？
没有，有2个传说，就是第一个呢，为什么叫鬼仔，就是因为这边很多鬼，什么鬼？是酒鬼、烟鬼跟色鬼。对，是酒吧多的关系吗？有可能这边附近超多酒吧的，不一定也有人在抽烟，只是这个区域是不能抽烟的，你要去外面的路上才可以这样。哦，对，昨天有看到警卫。对，他说，no no 这样。然后呢，第2个传言呢，是因为这个巷子里面以前呢住了非常多的人家，他们很多小朋友都会在这个巷子里面乱窜，那他们的鬼仔呢就是称为小孩子，所以就是有2个来由。哇，这个鬼仔像还有大名鼎鼎的包租婆啊，人超多这种壁画的，然后呢，这感觉就是他们的那个招牌的一些创作，连我的房间都有，真的是很细致的感觉，就是有点职场街附近的样子，哇，古色古香的。然后外面呢，就这个118高塔哇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全部入境了，你看它有多高。这边还可以看到吉隆坡塔，还有双峰塔。再来就是这个超级好睡的床，超好睡。然后我昨天在那边睡了1个晚上体验之后呢，昨天发现呢，他们有个小巧思，就是看这牙膏竟然是这样包装的，感觉就不用做那个塑胶软管，然后就用完就可以丢掉，像蛮方便，而且很环保的感觉。那这间房间呢，林林总总扣起来呢，大概是2600，然后它有帮我们升等，就感觉空间大了更多了。而且我觉得它的床超级好睡，然后睡起来也不会腰酸背痛。我最怕出国的时候还睡到腰酸背痛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地点超级好，像旁边呢就是有鬼仔巷啊、喝酒茶室跟磁场街，在这边的话就可以一次都跑到。OK， 那就前往我们的下一站。麦有开吗？有开。它会太远吗？OK， 要全部进去哦。有进的。好，我们下一站呢，到了这个吉隆坡的独立广场。容我跟大家科普一下，这个是马来西亚超级重要的地标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在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的时候，升旗仪式的地点。他们对于独立非常的兴奋，这边有写很多独立，是具有非常历史意义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中间这个耸立的是世界最高的旗帜，总共95米，你会觉得它超级大只。我刚才这样从头一直走，怎么把它拍进去呢？就是要走一个超远的距离，才能把这一个这么长的放进去。意思就是每一次国庆的时候，它都会升旗。其实我不确定，但是他是写说他在1957年他们宣布换掉原本殖民地的那个旗帜的时候是在这边举行的。我相信是变成什么资讯节目，还是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与文化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有看过这么高的旗子吗？我发现马来西亚的人都很喜欢做很大的旗子，或很大的建筑物，像那个118就想要跟人家拼第1名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大家如果有来吉隆坡的话，也不要错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，可以打卡一下。昨天住完了快3000块的房间，今天来看1000块的房间。这里是希尔顿花园酒店，我们订的呢是2张单人床的房间。这个房间的空间感觉蛮大的，要怎么呈现呢？不然就放在这里好了。嘿，高处，应该蛮大的吧？来看一下它的浴室。就是基本的洗手台，然后淋浴的空间。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发现这边蛮多欧美人士来住的，所以它只有这个花洒，没有莲蓬头。对，然后呢，噔 ，OK， 马桶简单的这样，可是它没有干湿分离，没有门，嘣。然后这里呢是位于东姑阿都拉曼南西。不是，是东姑阿都拉曼街。
楼下呢离空铁、地铁很近，然后还有可以看到吉隆坡塔，还有一点点的118。那晚上的夜景应该蛮厉害的，再拍给大家看。希望不要因为价格小看这间饭店，除了在吉隆坡相对实惠以外，也是全球知名的刷房晚圣地啊！算了，懂了就懂。而且重点是，它还有双采光设计，这样一个晚上呢，只要1200多块。对比台湾那种这么高的房价，真的是便宜蛮多的。你觉得如何？也可以在下方跟我分享。现在附近走走看看，对面呢就有卖衣服的，像是夜市的感觉，就是蛮多小摊子的。对，反正这边就有卖非常多衣服，就到处都是衣服的摊子。反正这边就是有卖蛮多衣服的，感觉蛮 local 的地方。他们当地的食物，像是烤饼啊，还是看起来那是肉骨茶吗？那里真的好多衣服哦，每一步一间，超多在卖衣服的。应该是比较传统服饰哦，这边应该是市场，衣服的市场。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生活用品区，很多沐浴乳、洗面乳。对，夜市它的这个串烧啊，蛮多街边小吃。怎么了？我在想，既然来到吉隆坡，是不是应该要来一个吉隆坡塔呢？还不错不过我刚才查一下，发现去吉隆坡塔门票竟然要600多块，然后如果你要去外面走一圈的话，就是空中这样环绕要900我想说，哇，这样好像有点爆预算。现在要来坐他们的这种像 MRT 吉隆坡的地铁，我真的觉得吉隆坡超像一个 jungle 的，超多这种，常常都会看到这种很多树。绿绿的树充满了在这个城市里面。不过这边真的是超级热。OK， 第一次来搭这个吉隆坡的地铁来买票。不知道他们这个地铁要多少钱？我们现在要去非常热闹的那个市区逛街的地方，来看一下。绿色的绿，有2个绿，3个绿。记得这是浅绿的。浅绿。MR。浅绿。这个浅绿。好，我们换个机台，这个比较清楚，来看一下。OK， 我们要去这里，然后这一站。1.8块是得多少台币啊？大概13块吧。哦，那很便宜OK， 2张，然后应该是这个吧。OK， 3.6， 应该是这个可以吧？我丢看看。这个不能用哦，不行这太抢手了吧？这连10块都不能用。所以我没有钱吗？我们要去可能要柜台买。OK，Thank you。他直接没有想要帮我买票的意思，他直接给我换这个给我。那我们又要再重新开始哦。好，那再一次吧。好，然后1.8，哥，1.8，大概13块吧。13块 OK， 终于买票完成。13块坐2站，便宜。哦，超凉的，第一次坐这种位置在中间的，很酷。
这个尿尿感觉要收钱呢。Thank you. Oh, thank you. 来到一个免费的打卡景点，就是麦当劳的十字路口。看这边超多人在等，这整个就是堪比涩谷吗？还是西门町？有麦当劳的那个。哦，对啊，就是它好像是庆祝好像是不知道几年，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设计。然后之后就是很多人来这边打卡拍照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吉隆坡的斑马线就是黄色的。对耶，薯条就是黄色的嘛，所以在这个十字街口就可以拍出那种很像地板很多薯条的感觉，就变成一个热门打卡景点。我觉得来吉隆坡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你看现在已经晚上6点多了，天还这么亮，像下午3、4点的亮度，我觉得超棒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就是在位于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因为要逛街嘛，所以这个预算呢当然不能上进去啊，所以我们晚点见，拜。吉隆坡的小猫咪好可爱哟！我刚才在附近找到一间百货公司，这里呢什么品牌都有，看这样超扯，深不见底的空间。从旁边那边过去，感觉就还有到那个很底，有没有？超底耶，很远，然后有超多品牌，然后这感觉好像有6、7楼。如果大家有来吉隆坡玩的话，想要逛比较新颖一点百货公司，这个是在2023年11月新开的，算是还蛮新的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吉隆坡最新的百货公司，然后我刚才想说，我想要再去厕所一下，突然发现，你知道吗？他写说他们这间厕所超级高级，高级的程度是什么？刚才上厕所是0.5令吉，这一间厕所竟然要5令吉耶！5令吉大概是37块台币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5令吉的厕所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有，他还有人排队了。Thank you. 哦，说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你知道我刚刚进去那个高级厕所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他们为什么会收头柜钱？因为呢，当你上完一次厕所的时候，就会有专人去帮你打扫干净，给下一位使用，会帮你折成三角形，然后里面有特殊香气的洗手乳跟乳液，然后里面充满了兰花，真的是超10倍的感觉哦。所以他要帮你按摩吗？没有，但是你会感觉到蛮高级的，蛮特别的感觉。我还发现，竟然这边就有不用钱的厕所，我又失去了一杯饮料，可恶！哇，超级大！不过我发现呢，它这边只有3楼，但是3楼应该够你逛了。我在这边不好逛，它太乱了。啊？你没钱就没钱，逛人家太乱。也是啊，有钱就会好逛。超扯！我点了一杯冰美式，然后是 Venti 特大杯的，只要88块台币，你敢信？跟台湾差很多。对啊，台湾我记得最大杯要很像135还是12。对啊，就觉得差蛮多的。物价系列怎么可以错过麦当劳呢？今天决定晚上来吃一个麦当劳。看看这边这样子点要多少钱，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特别的餐点。因为据说就是他们麦当劳呢都会针对于那个在地文化做一些改变。那我们先学一个中文，看得比较清楚啊。食堂，还有椰浆饭呢，好想吃吃看哦。卖完了。然后汉堡大麦克，我们先搜寻一下大麦克，这里12.8，这样子是，这样子是94块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套餐多少。套餐的话是这样，中薯加可乐的话是16.4。16.4就是121块，121块 ，OK， 就是再便宜一点点，就是大麦克指数咯。就是烤饼的，牛肉烤饼跟鸡肉烤饼
是新品哦，新品新上市。我们点了超多的4块麦克鸡块、薯条、大麦克炸鸡、马来西亚必喝的美露、台湾没有的牛肉烤饼。我先为大家先试吃一下，这样全部总共换算下来，台币大概是320块牛肉烤饼。它的牛肉味道蛮浓郁的，而且还就是有带一点胡椒的微辣感。肉质呢算是还蛮 juicy 的，它里面还有一个甜甜辣辣的 spicy 的酱哦。我喝一口美露，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蛮好吃的。去到每个国家都可以去麦当劳试一下他们不同特色餐点的商品。现在来到一个广川，说这边是吉隆坡最平的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，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多平。补充一下，听说吉隆坡在地人也会来这边买菜呢。哦，他直接这样放，好像那种菜市场的感觉啊，几多几把。他说这个是小白菜，不过呢，它这个是一个3块，7、3、21，大概25块。7.5的话是55块，55块等于一颗5.5，跟台湾差不多哎。你好聪明哦！什么意思？你说我马上可以心算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我有小秘书。看一下牛奶，这个1公升8块，8、7、6、60块。你在 7-Eleven 外面看到都是大家都喝这个运动饮料，不是喝啤酒，而是这个罐呢，3.8块才20几块，28块而已。可乐2.2才16块。来到吉隆坡呢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吉隆坡人是不是不喜欢喝酒？但是你错了，因为吉隆坡的酒巨贵。你看这个海尼根，这个320ml 这样子就要8.7块，这个要64块，还蛮贵的然后你这个500ml 的，这个快要100块这样子。台湾这个应该卖75吗？对，这根据可靠消息，就是台湾这个大概快75，但是这边要100，难怪这边的人都不喝酒，要喝运动饮料。OK， 我们到了，来吉隆坡也是超级必来的打卡景点，就是这个国油双峰塔。超级多人在那边拍照的。它这个设计呢是结合了现代设计以及伊斯兰教的建筑物所设计的。旁边突然有人入境了，我瞧个位置。这个国油双峰塔呢，曾经是全球最高的建筑，是在2004年就被人家改朝换代了。我发现这个吉隆坡真的很喜欢做很高的东西，像现在那个118塔，感觉也是全球第3，然后大家都来这边拍，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看起来真的非常雄伟，非常有钱的感觉？这感觉就是哇，超多石油建筑起来的啊！我们用双峰塔跟大家说晚安。不过这间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电梯超级慢，每次按我们才住在13楼，但是每次大概都要等个4、5分钟。经由在地鹏鹏推荐，我们来到了这间高空的餐厅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像是有一种饭店跟餐厅结合的地方，我们来看一下入口在哪里。找一下，就是这个，OK，应该是吧？高皮，这里。再转电梯上去，哇，这真的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哎！透明电梯到36楼。在地鹏鹏推荐说，一定要中午的时候来，因为呢，它现在中午的价格大概是晚餐的5折价。对，我们就可以来吃一下这个，感觉这个超级在地人才知道高空景观餐厅。这感觉是那种像是板条面吗？对，然后旁边是勾芡的汤汁这样，然后旁边又撒很多莫名的葱，送一个茶，
我刚刚问了 ChatGPT， 他告诉我说这个应该是类似像滑蛋烩面的料理，有一个锅气，然后就是那种掺一点勾芡的那种调酱去炒的一个面，还有点了一份这个就是焗烤波隆纳焗烤宽面，然后刚才吃了一口，觉得好吃很多哎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而且它的焗烤感觉就很厚。这一份波隆纳焗烤宽面呢，是一份是24.8令吉，大概就是如果加上服务费的话，是200块台币。但是我这几天在吉隆坡吃下来啊，发现 menu 上的菜色跟实际的菜色长得不太一样。没错。对，就上来的时候就，哦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刚有这个吗？哦，我突然想到，昨天呢，我们不是本来要去那个吉隆坡塔吗？但是虽然这边可能比较矮一点点，不过呢，它这边的景色应该会比吉隆坡塔更厉害，超级近哎。然后这边就非常多的高楼，而且还有餐点，还有景观，我觉得算是相对实惠了吧。在吉隆坡啊，也很流行这种高空泳池的饭店，然后看这边还有，但是这一次呢没有机会住到，下次再来吧。再离谱说，这边很多人会来这边庆生。这次我来吉隆坡发现这边星巴克超级便宜，而且它还有这个超级可爱的星巴克25周年的纪念小熊，是一个盲盒的概念。然后我想说可以带个伴手礼给你们，那你记得留言哦，每一则留言我都会看哦。结束了我们这个3天2夜的吉隆坡之旅，下一站呢，我们即将要前往的就是亚洲物价最贵的新加坡。然后我们来整理一下，我们这样3天2夜究竟花了多少钱呢？然后我现在有统计了一下，基本来说，吉隆坡来回应该最便宜就是4-5千块的机票就有了。但是因为我们还要去一个新加坡，所以我们就只有买从台湾到吉隆坡的单程，就是2800。再来就是网路，我觉得它是我目前为止去过这么多国家最便宜的，就是我们eSIM呢买了3天，而且1天2G哦，才65块。接着就是饭店，我们2个晚上1个人平均的话就是1800。不过饭店呢，他们每个晚上都会收10块令吉的旅游税，所以大概是平均1个人就是74块。那吃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吃的，其实我们没有吃到很多，像是我们第一天吃的那个拉米就超好吃的，然后隔天还有去吃那个喝酒也非常有推荐，就是等等其他的，然后像是麦当劳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吃了一大堆，然后我们1个人呢吃的就是918块。那下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在吉隆坡的交通，除了因为像是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吉隆坡虽然有机场快线，不过呢到底站的时候是在一个中央车站，那中央车站你要再去其他地方也是需要坐计程车或是Grab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就直接2个人直接坐一台Grab，直接到我们饭店还比较划算，包含从市区到机场这样来回的钱，再加上一些市区的移动，1个人就来到了790块。那没想到我这样算了一下，总金额竟然只来到了6444块台币，是不是超级便宜啊？刚刚忘记加到一个钱了。就是我还有去付费厕所，如果大家来到吉隆坡，刚好遇到要收钱的厕所，不妨就去旁边看一下，还有没有不用钱的厕所，就可以省下一点点的小费用，然后就是40块。像我们这样子一趟吉隆坡快闪之旅3天2夜，竟然不用7000块，我觉得超级便宜，比去一趟日本。连日本的机票都买不到，我就觉得哇，这是超级划算的。OK， 这就是我第一次来吉隆坡的一个感觉，就是我觉得这边物价这样算起来呢，意外的超级便宜。如果大家小资族想要去一个国家度假一下、耍飞一下、旅游一下，不妨也可以来吉隆坡走走看看。然后我即将要去体验一个物价超贵的地方，不知道我的口袋会不会破康。我们要去赶飞机了。然后我是酷妈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